我突然失明了。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正常进行，我请了一个照顾我的保姆。某天清晨，我隐约看见我家客厅躺了一具死尸，我瞬间怔愣在原地。而此时，我家保姆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我听见她笑盈盈地问我：“小夏，今天早餐想吃什么？”我不敢说话，甚至连大声呼吸都不敢。陈阿姨，我一贯这么称呼她。她见我半天没出声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小夏，你今天早上又没什么胃口吗？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路过我，极其自然地路过客厅，路过那具尸体，走进厨房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早餐不想吃，晚餐也不想吃。陈阿姨似乎很是关心我，语言中透露着慈爱。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老了后悔都来不及。她碎碎念了许久，可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我脑子里现在只盘旋着2个问题：尸体是谁的？怎么离开这里？我清了清嗓子，试图稳住自己有些紧张的声音：“阿姨，我还有些困，我想回房间再睡一会儿。”陈阿姨切菜声瞬间停止，我感觉我的呼吸都要凝固。你要回房间睡觉？她像往常一般轻声问着，可在我听来，她似乎是在阻止我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。我揉了揉自己的后脖梗，假装自己有些不舒服。陈阿姨没有再追问，她转过头，干脆利落地继续切着什么东西。我似乎嗅到了一股血液独有的铁锈味，她该不会是在处理？阿姨，我悄悄拧紧了拳头，额头上浮出一层薄汗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房间了。还没等我移动脚步，陈阿姨立刻叫住我：“小夏，等等！”我尽量努力平复急速跳跃的心脏，正常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吃了早餐再去睡吧。她提议着。反正你都起来了，不如简单洗漱一下，吃个早餐。我委婉说着，还是不麻烦了。早餐而已，怎么会麻烦？陈阿姨放下手里的刀，隐约看到她似乎要朝我走过来。我不想让她发现我的眼睛恢复了一些，便赶紧止住她的步伐。既然这样，我抿了下嘴，那我就先去洗漱了。陈阿姨又笑了一下。去吧，早餐马上就好了。我伸出手摸索着进了洗手间，浓郁的腥臭味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格外突兀。才迈了一步，我就觉得自己要呕了出来。他杀了人吗？他是在我家处理尸体吗？他就不怕我这个倒霉瞎子听到或者闻到什么不一样的异常吗？我连一点异样都不敢表现出来，强忍着胃里的翻腾，十分迅速且潦草地洗漱了一下，才转过身。我看见陈阿姨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其实我能看见的距离依旧不长，而且视野模糊，但我明显感觉到她锐利的视线。身体一僵：“小夏。”陈阿姨温柔开口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早餐已经做好了，就放在桌子上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不敢在她面前展示出一丝不同寻常，便还是如往常一样，扶着墙壁，磕碰着桌子坐下。我摸到一个滚烫的碗，碗里盛着朦胧一片，看起来像是粥。我拿起碗里提前放着的勺子，在粥里搅动一下，微微咬了一小口，送到嘴边。陈阿姨提醒道：“还有点烫，你慢点吃，别着急。”我了一声，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个上面，便极其敷衍地吹了2下就塞进嘴里。咀嚼间，我咬到一个软绵绵但很有韧性的肉块。下意识的，我把粥全部吐了出来，紧张间不小心打翻了粥碗，滚烫的液体喷落在桌面上，有些还落在我的大腿上。我能清楚感受到皮肤表面传来的强烈疼痛感，这突如其来的刺激不由让我叫唤出来。陈阿姨也被我吓到了，她赶忙给我递来了纸，我很想直接接过，但我不敢，只好咬紧牙，将手在空中挥舞着。陈阿姨，我需要纸巾。陈阿姨明显观察了我一下，我只能咬牙继续装成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才将纸巾塞进我手里。哎呦，小夏，你怎么把粥吐出来了？有没有烫到啊？待我稍微收拾好后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“是我没吹凉就送到嘴里，结果烫着舌头了。”陈阿姨笑了笑，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和我说着：“你也真是的，都让你慢点吃了，怎么还能烫到舌头呢？”她说完，还十分体贴地给我端来了水。喝点凉水缓缓吧。我点点头，凭借着杯底碰撞桌面的声音，向那个方向伸出了手。陈阿姨握上我的手背，把杯子递给我。我像触电般猝然抽离了手。陈阿姨皱着眉看向我，我的后背立刻发汗。怎么了，小夏？她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一睁开眼睛，客厅里凭空出现一具尸体，而此刻我只能极力掩饰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了。陈阿姨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你看起来……我随即站起身，打断她的话。
陈阿姨，我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，我想先回房间擦一下换件衣服。她狐疑地看着我，但没多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帮你换碗粥。回到房间里，我转身锁上了门，我的汗毛根根立起，大脑转得飞快。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要报警吗？报警！我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手机。当我几乎把房间翻个底朝天时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在客厅响起。刚刚我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，我有些崩溃。想了想，从抽屉里拿出了防狼喷雾，这还是之前我想预防色狼的时候买的，没想到却在今天用上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小夏，你的电话响了。陈阿姨在门外好心的提醒我，警觉地将目光挪到紧闭的房门上，咽了咽口水。要出去拿手机吗？出去意味着要见到陈阿姨，不出去意味着我拿不到手机。还在纠结着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小夏，你开个门，你手机响了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缓了缓心神，应道：马上来。小心拧开锁，我将门打开一些。陈阿姨拿着我的手机，就在我的身前。她没有第一时间将手机递给我，而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裙子，而后问道：你不是说换衣服吗？怎么没换啊？我非常自然地说着谎，还没找到就懒得换了。陈阿姨哦了一声，把手机递过来。你电话响半天了。我从她手上接过手机，拽了一下，发现没有拽动。我掀起眼眸，不解看向她。陈阿姨微微抬起头，目光不断地打量着我的眼睛。半晌，她轻声问道：小夏，你这么精确拿到了自己的手机，是眼睛恢复了吗？陈阿姨顿时面露凶光，举起了手中的菜刀。我知道我再也隐瞒不住了，我望着陈阿姨手里明晃晃的菜刀，不自觉地吞咽了2下口水。我紧握防狼喷雾，准备给陈阿姨来个措手不及。突然，我的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。陈阿姨的目光短暂停留在手机屏幕上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防狼喷雾，冲着她的脸和眼睛一顿猛喷，辣椒水钻进了她的眼睛。陈阿姨疼得哇哇直叫，手里的菜刀也落在了地上。我不敢有一丝迟疑，举起床头柜上的相框，对准她的后脖子拼尽全力地砸过去。看着她软趴趴地倒在地上，我第一时间报了警。等我将陈阿姨绑好在椅子上时，汗早就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，地上的尸体不见了，隐约看到痕迹去往了厨房的方向。一股腐臭味从冰箱里出来，我猛地拉开冰箱门，一张惨白毫无血色又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这是男友的脸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此时，警察的破门声在身后响起，案情很快水落石出。这位自称陈阿姨的保姆其实是个通缉犯，身上还背着2条人命。男友昨晚来我家看我，得知我在睡觉便没喊我，结果偶然间看到了网上的通缉信息，照片竟然是保姆的长相。他刚准备打电话报警，就被保姆用匕首刺死。保姆原本也想将我杀掉，恰巧碰到家政公司打电话随访保姆工作情况，他害怕我一直不接电话会让中介公司起疑，就没有对我动手。加上我的眼睛失明，方便他分尸处理现场，保姆决定暂时留在我家。只不过他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的眼睛会突然复明。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。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，劈向倒在地上的人。凶手刚杀完人，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，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宽大的帽檐下露出了一抹瘆人的微笑。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，试图拉开2个人的距离感。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，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。报警！我得报警！我差点要哭了出来，双腿发软蹲在地上，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，慌忙地拨打了110。救命！杀人了！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女士，别害怕，您的地址是哪儿？警察安慰我说：马记公寓1号楼2单元804。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，顺利报出了家庭住址。我又继续说：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，对面应该是4单元1栋6楼，而且他看见我了，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？我说着说着，心跳得越来越厉害。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，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马上就赶来，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，保护好自身安全，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。我机械地连连答应。我踉踉跄跄地锁好了门窗，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。我还把灯给关了，装作家里面没有人。眼下周围一片黑暗，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。我不停地看着时间，安静的空间里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。短短几分钟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突然间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女士，你在吗？我是警察。有人在大喊道：警察！
太好了！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，揉了揉发麻的大腿，走到门口。我正打算开门时，敲门声再一次响起。你好，女士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我是警察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敲的隔壁的门，我瞬间就意识到这个警察是假的。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，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。原来我这么怕死。等了一会，听见没有声音了，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，猛地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。我看见你了！杀人犯突然开口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。女士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最后一个字，他尾音无限延长进入了我的耳里，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开始不由得全身发麻，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指针的转动声，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？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？好刺眼！耳朵里响起声音：小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，发现我的左手被靠在床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靠着我？这里是哪儿？我下意识的想要挣脱。别乱动！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，这个声音好耳熟，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。我害怕的朝那个方向望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。女士，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，经过警方的核实，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是杀人凶手？绝不可能！我在窗前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，他还是个左撇子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旁边的医生解释着，我激动地大声辩解。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？警方经过核实发现你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。一瞬间，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，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，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。一番焦灼后，他们只能强行入门，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早已经咽了气，凶器上只有我的指纹，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，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几乎抓狂。那我杀了谁？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是你老公。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再次崩溃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我猜测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，引起了你的反感。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，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3号那天，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，看着冷清的街道，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。刚坐上车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。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，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。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，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。我看向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，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。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：我喜欢你。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：谁呀？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，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殊不知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，却再一次收到短信：你必须做我女朋友，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什么鬼？这人有病吧？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：神经病。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，我也不再理会。放下手机，重新闭上眼睛假寐。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，幸好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语音电话。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按下接听键。小欧吗？今晚就辛苦一下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。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，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。
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，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，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，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。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，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。下一秒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，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。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，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。打开朋友圈，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，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。此刻在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，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，是真够悲催的。没过一会儿我就到了家楼下，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照亮，一路走到电梯前，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不会是跳闸了吧？我心里1万只羊驼呼啸而过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走楼梯了。爬到8楼，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。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，我咽了口水，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，赶紧掏出家门钥匙。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。霎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，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。就这样，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，把我的嘴堵住，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妄想能摆脱魔爪，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，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，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，撞到了后脑勺。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，奈何漆黑的环境下，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，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，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。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我按着太阳穴，头有点痛。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。天果然在下暴雨，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，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。似曾相识的情景，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汗毛直立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。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。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，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。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。对于这种变态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。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：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晕车啊？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我看向他，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。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，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在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。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和梦境里一样，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，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。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，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。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。房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手机再次响起，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，结果看到消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会杀了你哦。是那个变态。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。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。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，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，微微颤抖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。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。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，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，都是真的。
果然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，环顾四周，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。车窗外的倾盆大雨，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，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。然而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。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，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。我看向了司机师傅，张了张嘴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“师傅，您能送我上楼吗？我可以给您加钱。”听闻此言，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车，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。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，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。这次，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，家里也断电了。我锁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。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，谁？我颤抖着问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谁？我颤抖着声音问。是我，赵宇，电脑给你送过来了。听到同事的声音，我缓缓放下戒备，打开了房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清了赵宇的脸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家里断电了，我无奈地说。我去看看。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，不久家里的灯亮了，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。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，我想着一个人害怕，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赵宇问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我瞬间崩溃，泪水控制不住。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，有个男的想杀我。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，看了短信内容，赵宇安抚我。你打过这个电话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拿过我的手机，拨了过去，片刻后皱眉。打不通。我要不要报警啊？赵宇帮我分析。你现在没出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估计没法立案。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。短信又亮了。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？外面轰隆一声，灯再次灭了，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赵宇打开了电筒。是不是又跳闸了？我出去看看。我立刻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出去。不要紧的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打着电筒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随后把门合上。我贴着门，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。突然一阵哐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，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，我吓得往后退缩。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：“不救他，他肯定会死的。”我打开一个门缝，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，我将他拽进屋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，血鼓鼓地往外流。我胡乱地用毛巾帮他按住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临死前，赵宇抓紧我的手，他睁大着瞳孔，停止了呼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漏了好几拍，随后才想到报警。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，我停下了。赵宇是因我而死的，如果我重来一次，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捏紧门把手，如果还得死一次，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。我颤抖着手，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，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，愣怔在原地，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，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：“是你！”我的心突然好痛。再次醒来后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泪流满面，心却无比平静。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，是我的前夫宋文杰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，还不求上进。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，我在外拼命的工作，但每次加班回家后，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，吵了很多次架，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发飙。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？宋文杰为了监视我，还监听了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我去谈业务，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，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。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，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：“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不小心这么做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，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，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。但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还是找来了。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：“宋文杰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捏紧了手机，我决定赌一把。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，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，也没有让赵宇过来。在楼下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条短信：“
随后回家，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咬了咬唇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：“宋文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？”不可能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，你逃不掉的。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。宋文杰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。你怎么能不爱我？你必须爱我，你只属于我。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，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。我瞄了眼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，一声闷响后，他并没有倒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：“哪怕是死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”我没有躲弹，微微偏过了身子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。我知道自己赌对了，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到我醒了，红了眼眶。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？得亏没有刺中要害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宋文杰已经被抓了，你别害怕，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。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，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，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。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
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，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，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，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，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儿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节目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地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居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
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。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他说。闭嘴！他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，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，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邻居杨了后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寓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偿命。小磊助手提醒您，门外有人停留。我拿起手机调出门上的监控视频，隔壁的女人立在我家门前，她见左右无人，扯开口罩，对着我的门把手咳嗽了好几下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我头发都要立起来了，立刻把这段视频转发到公寓群。Staff 住户，我记得你阳了有3天了吧？你干的是人事吗？你知道恶意传播传染病是犯法的吗？微信名为李梅红的账号发了一长串语音，声音尖锐，用词粗俗不堪。你他妈的凭什么拍我？你他妈侵犯我肖像权了，知道吗？住我对门的邻居说话了 ，Staff， 你这种行为影响的是整个4楼人的身体健康。李梅红的丈夫刘涛跳了出来，你们咳嗽能忍住啊？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连别人咳嗽都要管，大号感冒而已。看你们那怕的死样，厉害就搬出去住，搬到高级小区住。他还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早养早好，我们这是在帮你们。”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还有个小孩，白天在家里打篮球，往墙上钉钉子，深夜动不动就尖叫，还会用竹竿挑女邻居挂在阳台上的贴身衣。每次上面提醒，李梅红和刘涛都是同一副嘴脸。小孩子天性好动不是很正常吗？嫌吵住高档小区去啊，那里隔音好。哦，忘了你没钱，没钱你可以去卖呀。我们也报过警，但在警察面前，他们就会装出一副老实样。警察一走，他们就原形毕露，不仅变本加厉的制造噪音，还让他们小孩往周围人门口撒尿拉屎。平日里周围邻居都已经受尽他们的折磨，这次的事件完全点燃了他们的怒火。我对门414的重点男人，我看你们一家才应该滚出去。325毒瘤，一家子都恶心到极点了。刘涛怒不可遏，老子明天就挨家挨户吐痰去。我们家阳了，你们也都别想好过。随之而来的是隔壁小孩尖利的叫声，他一边叫一边拍篮球，好似恶魔。我正戴着耳塞睡觉，听到了隔壁又传来小孩尖利的哭声，然后是通通的撞头声，男人女人的哭和小孩的哭声混合在一起，很吵闹。有一瞬间，我恨不得拿把刀把他们一家都杀了。我的耳塞质量很好，消减了大部分噪音，能让我勉强睡着。他们夫妻俩也并不和谐，刘涛没什么本事，还很爱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听说还传了病给李梅红。他们俩晚上吵架打架也是常事。第二天凌晨，我是被破门的巨大响声惊醒的，一看手机，才凌晨4点。隔壁又在搞什么鬼？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了。等我睡醒，发现李梅红一家在社区群里发了许多条消息。凌晨3点，刘涛，妈的，是谁把我家门堵住了？李景红，424的，是不是你？快把门开开！我儿子一直在痉挛，医院救护车来不了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。刘涛，424，你再不开门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他们延绵不绝地辱骂着我，发泄着情绪，全然忘记冷静下来，想想别的开门的办法，好想把我骂死。他们家门就能打开一。凌晨3点半，李梅红开始哭着哀求了：“你们谁来帮帮我们？我孩子要不行了。”有一个没有备注房间号的人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家明前有病毒，我们不敢去。325打119啊，两个傻逼。”刘涛，424，别他妈装睡了。李梅红，快开门啊！119 15分钟后才能到，我儿子要不行了。消防队来了，破门成功，带着小孩去医院了。刘涛在群里艾特我：“424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让你偿命。”现在已经7点45分，我一脸懵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回复道：“我没锁你家的门，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就没出过门。门外很安静，但我不敢开门，一是怕病毒，二是不知道隔壁回来没，怕他们2口子发疯伤害我。”我点开门口电子屏幕，发现摄像头不知道怎么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刘涛突然出现在我门口，
面目狰狞，犹如厉鬼。424，我儿子死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我试图解释，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我的确没有堵你家的门。刘涛堵住猫眼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。你先把门开开。我不开，我将防盗链挂好。我没有堵你家门，你应该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。把门开开！刘涛对着门拳打脚踢。贱人，你现在把门开开，我给你一个痛快，不然我非给你拿个1000刀，再给你留口气，送你去喂狗。我听得浑身发抖，拿出手机拨打了110。老旧的门摇摇欲坠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咬咬牙，连门带锁全部都换了。424，我是警察，请开门，救星来了。我赶紧戴上口罩，冲到门口，手已经挨到门把手了。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看看猫眼，猫眼突然被刀刺穿，要不是我反应快退开了，尖刀会直接刺爆我的眼球，戳进脑子里，冷汗已经侵蚀了我的后背。就在我后怕之时，另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：你干什么？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你可以开门了。一本警察证从门底塞了进来，男警官名叫杨子清，25岁，很是英气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看到门外2个戴着口罩和面罩的警，差点哭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他要杀了我！刘涛被另一个警官双手紧按在地上，闻言奋力挣扎。警察，是他先害死了我儿子，我们俩七嘴八舌。杨警官试图控制住局面，你们俩一个一个说。王女士，你先说。我把手机拿了出来，一边给杨警官看聊天记录，一边跟他讲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直到早上我才看到群消息，但我真的没有堵他家的门。刘涛梗着脖子吼：你放屁！你就是因为我老婆冲着你家门咳嗽，记恨我们，所以才半夜反锁了我家的门。杨警官带着一次性手套的手滑动我的手机屏幕，对昨晚楼里的纷争有了大概的了解。待刘涛说完，他蹲下身看了看425的门，门确实被反锁了。听刘涛说，钥匙都打不开，是消防员把门撞开了。杨警官看到了我的电子门锁，你的门锁有摄像头吗？有，但它好像坏了，一片漆黑。我转过头，发现摄像头上贴着一截黑纸，刚想撕下来，被杨警官拦住了，不能破坏现场。我讪讪地收回了手。走廊里的监控也早就坏了。刘涛又开始挣扎了，目眦欲裂，恨不得跳起来把我撕了。警察，这张纸肯定就是他贴的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杨警官皱眉，把他铐上。刘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不公正，他才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应该铐他啊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了，你们跟他是一伙的，你们2个都被他收买了。杨警官无视刘涛的发电，义正言辞：你们2个都给我回警局。刘涛被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我和杨警官坐在后座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失踪社区群里有人发消息了。杨警官道：打开。所以425，你们孩子怎么样了？414回答道：似乎是没了。早上警察都来了，把425那个男的和424都带走。有3个人发了震惊的表情包。我昨晚睡得太死了，什么也没听到。哎呀，节哀顺变吧。李红声音凄厉：你们都是害死我儿的凶手，你们昨晚但凡有一个人能帮帮我们，我孩子都不会死，你们都是杀人凶手。414，你男人打你和你儿子也不是1次2次了，你每次都在群里喊救命。最开始我们去帮你了，你第2天怎么说的？说我们多管闲事，这谁还敢帮你？李美华还在控诉凶手，反正你们都是凶手。没有人反驳，也没有人再表达同情了。这一家子人都不可理喻。警局里，警察盘问了我一上午，到现场搜查的警官也没找到我的可疑之处。杨警官嘱咐我不得离开本市后，就让我回去了。刘涛因为拿刀威胁我，侮辱警察，被关了起来。幸好，不然我都不敢回出租屋了。但我也得趁刘涛出来之前赶紧搬走。我躲着李梅红回到了出租屋，正吃着午饭呢，群里又吵了起来。115，大家都不要开门。425那女的正在挨家挨户吐口水啊，有病吧？真没有素质。425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昨晚没人帮你家了吗？你再这样做，我们就报警了。李美红，你们都是凶手，还是那个没有被捕的人？呵呵，你男人不是说只是大号感冒吗？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，不觉得疼。谁都不是凶手，你们儿子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这人还配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。李梅红在群里破口大骂，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。兄弟，你这话就有点过了，要尊重死者。哼，一群圣母，进群都要改备注的，你为什么不改？那人干脆利落的改了个备注：526的你父亲。这个人有点可疑。杨警官没收了刘涛的手机，应该也能看见群消息。李梅红，526，我今晚就让你去陪我儿子。526，我可不下地狱。我皱皱眉，这人嘴也太毒了吧。第2天，公寓群又炸了，有人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。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邻居阳了后，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益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，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们整栋楼偿命。第2天，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，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我手速很快，将图片保存了下来，下一秒，图片便被群管理员撤回了，别发了，小心群被封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513是个女生，她情绪已经崩溃了。我早上上班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她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不会被当成杀人凶手吧？先报警。呜，已经报过了。他家没锁门吗？门大开着，不会真的是425的人干的吧？这种事情没有人敢妄下结论。见没人回复，205默默把消息撤回了。刘涛还在警局里，难道是李梅红干的？
我的侦探魂熊熊燃烧，真想冲上去看看，可我怕病毒。有人感叹道：哎，这楼里越来越不太平了，我已经想搬走了。我心道，俺已经刷了一晚上租房软件了。警察来了，我观察着现场照片，照片是目击者从自己房间门口拍的，死者面朝房间内侧，面部朝下，应该是被人从背后偷袭。图片有点模糊，看不清伤口到底在哪儿，肯定不在背上，难道是脖子？我脑子里浮现2个词：熟人作案，一击毙命。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李梅红，两个人跟仇人一样。526的男的不会和和气气的请他进屋，更不会把后背交给他。没过多久，听到有人敲门，王女士，我是杨子欣，估计是来问我话的。他们站在门外，我们可以进去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在争取他们同意后，我给他们消毒并让他们进来。杨警官打开了黑色皮的笔记本，开始询问我：你认识住在526的人吗？只在楼梯间打过照面，但是他刚搬来的时候，因为噪音问题，跟4251一家发生过很多次冲突，好几次差点跟刘涛打起来。有报警吗？他没有，但我偷偷报过，都没能有效解决。昨晚你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反常的动静吗？其实昨天晚上526的人来找过我。杨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变得犀利了一些。详细说说。大概是8点多，我正在工作，听到有人敲门，我看监控，发现是一个男的，他说他住526。让我打开门，想跟我说点事。我一个女生，哪敢给他开门啊？他还没戴口罩，太不自觉了。我就让他在门外说，他非要进来，我就不搭理他了。他见我不理他了，骂了我2句，去敲我对面的门了。但我对门那时好像还没回来。杨警官在本子上写了一会儿，问我可以看看你的监控吗？我忙不迭点头，可以。监控画面和我说的大差不差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看着杨警官眉头紧皱，猜到这案子很棘手了。杨警官告别之后去问下一家了。我收拾就出门去找房子。回来的时候，杨警官已经问到309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09开门，住在里面的也是个年轻人，对杨警官的问话很是配合。杨警官回头看我，吓了一跳，天爷，你口罩上都是血啊！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流鼻血了。你怎么了？309转头进屋给我拿了一包手帕纸和新的口罩，可能是天气太干了。我接过纸和口罩，谢谢你。这个309人还挺好的吗？我找了几天的房子，不可思议的是，不管是哪里，一大半住户都阳了，但我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坚决不阳。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男的迎面走来，他不仅没戴口罩，还一边走一边自以为潇洒地抽着烟。我刻意躲着他，贴着墙根走，不知何时，男人竟然走到我身边，朝我吐了一口烟气。他看着我，冲我得意地笑着，N95都挡不住他滂臭的口气。我真想给他一耳光，但想想我那麻杆粗细的胳膊，只敢瞪他一眼，然后撒腿跑了。我隐约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，上楼梯的时候头越来越沉。我不会发烧了吧？是下午那个男人。天哪，我严防死守这么多天，就因为那个男人，功亏一篑了。畜生啊！我昏昏沉沉回到出租屋，正在开门，发现我门锁上的摄像头被砸碎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想在群里质问是谁砸我的摄像头，看到4、5个杨警官的未接电话，群里还有个视频。刘涛先是踹了好几下我的门，然后拿锤子砸我的摄像头，让你装这个，你不装这个就不会出这么多事，都是因为你。杨警官从楼梯口过来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头太疼了，没注意。杨警官，你别靠近我了，我好像发烧了。你没碰上刘涛吧？他下午放出来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。杨警官还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，面罩下的双眉紧皱，有血腥味儿，很浓重的血腥味儿，让他隔着口罩和面罩都闻到了。425的门被撞坏之后，一直没有修理。杨警官打开虚掩的门，血腥味儿扑面而来，屋子里很黑暗，只能借着对面楼宇透进来的光，看清墙边的床上躺着一个人。杨警官打开灯，刘涛仰面躺在床上，血液喷射了一大片墙壁。我捂着嘴问杨警官，致命伤是颈部大动脉对不对？和杀526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对不对？那人如同幽灵，悄无声息地来，收割完生命后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我脚底生寒，他到底是谁？又为什么杀人？我看着杨警官给警局打电话的时候，盯着地上的酒瓶碎片若有所思。闻言瞥我一眼，又瞎打听，你回你房间去。我瘪嘴，听话的回去了。警察连夜调查，门外面一直有说话声，但我不仅不觉得嘈杂，还觉得无比安心，直接睡着了。我一觉睡到第2天中午，外面已经安静了。我烧得更厉害了，量了量体温，38.5摄氏度。我再一次在心里诅咒那个恶心的男人，水壶里却只有凉水，我连烧热水的力气都没有。算了，就这药凑合着喝吧。还是杨警官勘察现场，知道隔壁的我发烧，就顺带烧了一些吃的和水果给我。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发烧的第3天晚上，李梅红回来了，她站在我门口，一会儿边砸门边破口大骂，一会儿又嚎啕大哭，用头撞门。这家人作恶多端，但如今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，也实在令人唏嘘。可是既不是我锁了他家的门，也不是我让他们在那个夜晚变得孤立无援，更不是我杀了刘涛，他不过是满腔的怨恨和愤怒无处发泄，又觉得我好欺负罢了。我打了110，李梅红喜提派出所一夜游。次日我来姨妈了，杨家痛经，我难受的想死的心都有。我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下楼，走到1楼平台那里时，遇到了李梅红。李梅红看到我，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睛迸射出仇恨的光，还从胳膊上挎的布兜里掏出把水果刀。贱人，终于让我带到你了，我要让你给我儿子男人偿命。
我转身往楼上跑，也就跑了10几个台阶，我就不行了，喉咙和肺像破风箱，呼啦啦的响。紧挨着楼梯的309打开了门，我来不及思考，冲了进去，关上房门。李梅红在外面砸门，309正要出门，看到我闯进来，有些惊讶。我背靠着门，不停咳嗽，他后退几步，警惕地看着我，你阳了。我终于缓过来了，缩在角落。我是424的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有人追杀我，我跑不动了，才进到你房间的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水，喷洒了一圈，真的对不起。309看我的眼神突然无比阴冷，让我觉得他比屋外的李梅红还要危险。他的一只手背到了身后，你阳了，为什么还进别人家？你是要把病毒传染给我吗？门外传来救星的声音，李梅红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警局闹完，回来还闹？你是真想被关个10天半月，让你儿子丈夫后事都没人料理吗？杨警官敲敲门，里面的开门，我打开门，顺便把被我摸过的门把手消了消毒。李梅红，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等我把你抓进警局吗？李梅红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灰溜溜地走了。309看到杨警官，脸色好看了些，是杨警官啊。他的手从背后拿了出来，什么也没拿。杨警官与他寒暄几句，带着我走了。我与杨警官上楼，309关上房门，微微别扭地走下了楼。我瞧着有些奇怪，想回头再确认一下，被杨警官制止了。他压低了声音提醒我别回头。上到4楼，杨警官对讲机响了，杨哥，目标已到楼下，大田跟上，通知技术组快点过来。我震惊地睁大双眼，我看着杨警官的背影，突然热血澎湃了起来，真相似乎浮出水面了。